这里是澳门，在澳门有众多世界顶级的酒店，很多酒店的造价都是100亿以上，极其奢华。这些酒店对于旅游者来说也是一个景点儿。今天就带大家看一看澳门的这些顶级酒店，看看有没有你特别喜欢、特别想住的。以前这些酒店都至少1-2千一晚，而现在500-600甚至300-400都可以住一晚。昨晚住在了新濠影汇酒店，这间酒店现在价格不到400，算是金光大道上性价比比较好的一间酒店。早晨来这里的美食广场吃早餐，这里有很多平价的快餐店，和普通街面上的价格没什么区别。这是家不错的连锁快餐店，点了一款网红的猪扒包和套餐，连同中饭一起吃了。今天的计划是逛一逛澳门的顶级酒店，就当作是酒店一日游吧。先在新濠影汇转一圈。这是一家电影为主题的酒店，海报上还有那英的演出预告。从酒店出来，第一个要去的就是旁边的巴黎人酒店。酒店门前有一个凯旋门，完全是仿制真实的凯旋门。酒店门前的埃菲尔铁塔昨天拍了很多了。现在进入酒店大堂，正中央就是法国的海神喷泉。巴黎人酒店里有20多处法国著名的地标建筑，高大的穹顶，如梦如幻的大堂。巴黎人酒店也是我比较喜欢的酒店，现在这里促销的价格最低只有400多。这里除了娱乐场，还有很多大型的商场和餐厅，带大家简单逛一逛。酒店的每个地方都极尽奢华，犹如走进了皇宫一样。商场里几乎可以看到所有的世界奢侈品品牌。前面这个庭院是法国的凡登广场，广场顶部有个巨大的天幕，天幕上播放着优美的影片。来到商场的5层，从这里看一看酒店的大堂。确实非常美。再往前走一走，前面有个美食广场，一个装扮成小丑的演员看到我拍视频，给我表演了起来。这是商场的5层，有个非常平价的美食广场，价格和这里的大排档没有区别。这是从上一层来看的凡登广场，天幕上的漂亮图案。大厅左手有个像宫殿一样的，里面有非常精美的油画。这是酒店的前台，同样是非常奢华。很难想象这样顶级的酒店现在只有400多。现在离开巴黎人酒店，前往旁边的威尼斯人酒店。这是酒店里的大运河，前2期已经拍过了，
直接去酒店的大堂看看。首先看到的是这里的娱乐场，如果还不懂什么叫娱乐场的，自己可以查一查。这是娱乐场的外围，里面是不允许拍照的。威尼斯人酒店因为里面有非常漂亮的大运河，所以很多游客都把它列为最受欢迎的景点。威尼斯人酒店的价格比巴黎人稍贵一点点。现在来到了酒店的大堂，中间这个好像是地球仪。这些走廊真的是金碧辉煌。威尼斯人酒店也曾是澳门最大的一间酒店，有将近3000个客房，真的是比真实的宫殿还要奢华。来威尼斯人游玩的人基本都是去大运河那条街去转，可能参观酒店的人并不多，确实是让人惊叹。从威尼斯人酒店出来，去到对面的伦敦人酒店，这些酒店的设计无论内外都是非常棒的。来到了伦敦人酒店的大堂，中间也是伦敦一座典型的喷水池。伦敦人酒店里也到处充斥着英伦风范。顶部是玻璃穹顶，大厅里有一间非常知名的丘吉尔餐厅。大厅每天还上演英式卫兵表演，有时候表演多达10几人，和他们一起拍个照。酒店里的英伦元素非常多，很多地方都可以打卡拍照。这里也有一个美食广场，也是非常平价的。这个美食广场比巴黎人也要大一些，各种各样的快餐和小吃都是几十块钱可以吃到。这是典型的英国巴士，感觉像看电影一样，有很多地方可以坐下来休息。这是旁边的喜来登酒店的大堂，现在走出酒店，从外面向旁边的酒店再转一转。这是旁边的摩波斯酒店的大堂，也是非常高档奢华，连电梯做的都很漂亮。这间非常高档的酒店，吸引游客的元素并不多，非常安静。但里面也透露着奢华风。这间酒店和新濠天地也是相连的，里面有非常精巧的设计。现在来到了银河酒店，这是一间外形非常醒目的酒店。来这里主要是看一看这里的钻石表演，这是酒店大堂里的钻石表演，每天频繁上映了这个表演。大堂中央一颗巨大的钻石，钻石发散出迷人的光芒。这个表演非常的吸引人，有很多游客专程过来看表演，设计得非常精巧。
即使没有表演的时候，这里的画面也非常美，有一个巨大的水晶吊灯，大堂里一个巨大的玩偶。现在来到了上普京酒店，这是澳门赌王何鸿燊斥资300亿港币打造的一个顶级酒店。酒店的外表并不显眼，但是里面有冷艳的奢华。这种色调显得非常高贵。对这里最感兴趣的是，据说这里有一个亚洲最好的自助餐，可以来这个自助餐看一看。不过这个自助餐必须预约，当天是基本约不到的。现在这里晚餐自助餐的价格大概人民币400，中餐会便宜一些。看到这里的自助餐确实不错，订了后几天的一个中餐，因为晚餐都订满了。在上普京的旁边有个美狮美高梅酒店，这里的大堂非常有意思，特别受小朋友的喜欢。大堂上空飘舞着企鹅和一些鱼类，还真没搞清这企鹅是怎么飞起来的，体积很大，也没有任何的牵引，自由地在空中飞来飞去。而四周有无数的巨型屏幕，酒店的大堂也非常漂亮。现在这里的房间都是600-700，澳门有2间美高梅，这个是荡仔岛的美狮美高梅，它的对面就是永利皇宫。永利皇宫也是非常受游客喜欢的，因为它门前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喷泉和免费的缆车，缆车从路边直接把游客送到酒店内部，还可以在缆车上欣赏喷泉表演。这里的喷泉表演也非常壮观，从马路边就可以看得非常好。免费坐缆车进酒店也是一次很好玩的体验。现在来到了永利皇宫，非常典型的欧洲皇家宫殿的感觉，里面四通八达，非常容易迷路。据说住过这里的客人满意度都很高。内部有很多小广场，非常精美。永利皇宫也算是排名前几名的酒店，很多都是粉红系的。能看清这些巨大的玩偶是什么吗？澳门也有2家永利酒店，直接坐酒店的接驳车去另一家永利酒店看看。这家永利酒店是在澳门半岛，这里最吸引人的是有一个发财树的表演，每天每隔1小时的正点都有表演，来看一看这个表演。穹顶自动打开，一个巨大的天幕，还有第2层天幕徐徐打开。据说上面的高度有12层楼高，
地面上的机关打开，发财树缓缓升起。一棵巨大的树，忽而金黄，忽而红色，忽而蓝色。这个表演还是值得一看的，现在还是缩减版。上面的机关盒上又出现了影片，真的是佩服每间酒店的设计，各有特色。这个表演不到10分钟，但是让人目不暇接。最后上下的机关慢慢的合拢。这个酒店离我前天住的普金酒店很近，它的旁边是美高美的另一间酒店，顺便去这个酒店看一看。这个酒店大堂里有一个巨大的像八爪鱼一样的，中间是一个巨大的柱状鱼缸。这里每天下午3点有一场非常精彩的表演，不过时间没赶上，不知道有没有网友看过这里的表演，可以介绍一下。上楼梯，从上面看一看美高美酒店。所以说，澳门的每个酒店都像一个巨大的游乐场，非常值得来玩一玩。而这些让人大饱眼福的景色都是免费的。看了这些澳门的顶级酒店，你动心了吗？明天继续收看精彩的澳门之旅。昨天拍了澳门的10大顶级网红酒店，受到很多人的喜欢。我今天也搬到了巴黎人酒店入住，体验一下澳门的奢华酒店。这是一个小套间儿，比标间确实宽大很多。以前澳门有非常多精彩的演出，但现在这个时期很多都停演了。看到有这样一个演出，所以进来看一看。一个超自然空间的体验，门票不便宜，200多，跟我进去来看一看。进入了一个迷幻空间，因为我有一点夜盲，所以在里面几乎不敢走，适应了好久。因为不知道是镜子还是实景。一个五彩斑斓的梦幻世界。我的手一直在空中不停地划了，摸索。墙壁上有很多梦幻的动植物，这些画面都是可以触碰的，有互动的感觉。试一试。碰到后就有反应。碰一下这个豹子。
墙上的画面设计得非常精美，活灵活现。前面来到了一个像房间的地方，像是个很大的气球。把气球推开，走了进去。里面都是塞得满满的大气球，里面雾蒙蒙的，只能推着走。这些空间的设计都是有主题的，也没有了解设计师的构思，自己体验吧。前面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进入了另一个迷幻空间。里面有的地方很宽敞，有的地方又是个小房子。现在来到了一个很大的空间，里面有很多的激光，地面上都是镜子，也不用脱鞋可以进来。前面飘来了很多字，碰一下这些字就可以幻化成影像。这是蝴蝶，碰一下鸟，就突然看到飞走的小鸟。再来看看这个花儿，黑暗中慢慢开出了花儿。前面又来到了另一个异度空间，慢慢地走入这个世界，好像垂下很多水晶帘，看不到哪里有路，慢慢地往前走，地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。非常迷幻的一个世界，有没有电影特效的感觉？好像看到了浩瀚宇宙中的自己。住巴黎人酒店，也想去登一登巴黎塔。这是酒店5层通向巴黎塔的通道。现在来到了巴黎塔的平台，登巴黎塔37层，门票大概是50-60人民币。从这里可以抬头看到巴黎塔。有个栈桥通向前面的巴黎塔。现在登塔的游客很少，以前都是旅行团来。走到塔底看一看，塔高160多米，铁塔和酒店相连。这个位置算是7层的平台。这个平台是最近距离的看巴黎塔。这个平台是免费开放的，所以不花钱也是可以到这个位置来的。
所以在这个7层平台免费看金光大道也是非常漂亮的。下面就是澳门的金光大道。感觉这里看澳门的夜景就很美了，所以没有选择花钱再上塔。这也算是个小攻略吧，不花钱到7层平台看巴黎塔。住巴黎人酒店可以不用去那些昂贵的餐厅，这里有个平价的美食广场，就在酒店的5层。在这里吃饭和市区的街边店铺是一个价格，拉面几十元。晚上回到酒店，旅行中很少住这么奢华的酒店，不过在澳门还是尝试了一下。现在来澳门住巴黎人酒店，优惠的价格大概是400多，确实非常超值。今天澳门迎来了晴好的天气，准备出去走走，也去上葡京吃个自助餐，看蓝天白云，非常漂亮。来巴黎人的铁塔拍照，最好的位置是在马路对面。过马路看一看，对面有个公园，一大片草地，非常像在巴黎的感觉。不少人在这里拍照，如果是元旦跨年，这里也是观看铁塔烟花最好的位置。这条街一个酒店挨着一个酒店，现在看到的是伦敦人酒店，眼前的大笨钟确实是有徜徉在欧洲的感觉。伦敦人酒店的对面就是威尼斯人酒店。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太好了。从这里拐下去，接连还有几个酒店，这些酒店昨天都拍到了里面的情况，有摩博斯、新濠天地，这是永利皇宫，前面的是美狮美高梅。现在来到的就是上葡京酒店。今天珠海的朋友蓉蓉也来到了澳门，在珠海旅游，蓉蓉也帮了很多忙，所以这次打算回请她一次午餐。这个上葡京的自助餐非常的抢手，一定要提前预约，而且晚餐经常约不到。这次也只是约到了午餐，午餐的价格比晚餐便宜不少。刚刚12点营业，就来了不少客人。中餐和晚餐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海鲜大餐，海鲜也只有大虾、三文鱼之类的，而那些龙虾、螃蟹都没有。除了没有海鲜大餐，其他的品种倒还是丰富。不过这样的自助餐标准在其他几个酒店也都有，虽然不是那么豪华的自助餐，不过这个价格也还是值了。这是珠海的朋友蓉蓉，这有点大块，还 OK 的。不过我个人建议，中餐自助餐就没必要在这里吃了，来这里吃就吃它的晚餐自助餐，价格大概400人民币。餐后的甜点冰激凌，这是上葡京酒店的商场，这里有很大的免税店。今天天气好，所以想去这里的黑沙海滩看一看。蓉蓉说下午没事儿，可以一起去打卡黑沙海滩。这里有很多烧烤小店儿，这里就是黑沙海滩。
这个海滩的特点就是沙子是黑色的。澳门基本没有什么像样的海滩，所以这个算是比较知名的海滩。来黑沙海滩游玩的基本都是当地的居民，这是本地的学生。海滩上也有一些巨大的礁石。蓉蓉也在这里学着用云台拍摄。其实以前在旅行的时候也曾经和朋友结伴，但很少拍到他们的影像。这次在珠海，有几个珠海的朋友都出了镜，主要他们都非常热情，也不怕露脸。如果大家喜欢看北京老刘和朋友出行，以后路上也可以拍拍他们。也许下一次出镜的就是你了。蓉蓉因为学过摄影，所以学拍视频还是很快的。最后给她拍一段海边奔跑。所有受过的伤，所有流过的泪，我的爱，请全部带走。这几天连续拍了在澳门的旅行记录，很多人对这里的奢华酒店和浪漫气息在赞叹之余，也觉得是不是消费太高了，去不起呢？以我个人的体会，我不认为这里是富豪的天堂，普通百姓来这里也可以用很少的价钱玩得非常舒服。今天我就来用一种穷游的方式带大家看一看澳门。这是我在澳门最后住的一家酒店，这家酒店可以清晰地看到澳门塔，酒店也算是5星酒店，甚至接待过国家重要的领导人。酒店位于澳门半岛的澳门塔对面，这是一间可以观景的标间儿，窗外就是澳门塔。这个酒店我是在网上订的，价格只有120元，我订的含早餐的160，这样的价格简直比国内非常普通的连锁酒店都要便宜。选择到这里住一晚，也是因为它周边有不少景点，而且不少还是世界文化遗产。酒店旁边这个山叫主教山，走几分钟就到了。这里是一个登高望远的好地方，山顶有个主教山教堂，属于世界文化遗产，最早建于400年前，后来几经扩建变成了现在的规模。这个位置也是澳门半岛位置最高的点，所以是一个登高望远的地方。下面就是澳门塔，我住的酒店就在下面的半山腰。这个小教堂平时也不怎么开放，现在是傍晚，更是锁上了。这片区域也叫做西望洋，下面还有一个很大的观景瞭望台，到前面的瞭望台看一看。这里还有一个小花园和喷泉，上面就是教堂，
选择住在这里，就是因为能看到这个澳门塔。从这里走到澳门塔也不算很远，也有公交车。准备去澳门塔看一看。澳门塔这里也有免费的接驳车，里面有一些展厅和商场。澳门塔比较出名的好像是上面有蹦极，不过现在停止营业了，所以这里几乎没有什么游客。如果晚上想从这里去其他豪华酒店转转，这里也有免费的班车，尤其是可以直达美狮、美高梅。现在回到酒店休息，看看这100出头的酒店，是不是非常划算？窗外就是澳门塔。这里虽然不在闹市区，但是安静，交通也算方便。早晨起床，第一眼看外面的澳门塔。我这个海景房也算是免费升级的，比普通房间要贵几十块钱。这里的早餐是自助早餐，含早餐的房间只多30多块钱，这个价格能吃到丰富的自助餐是非常划算的。可能在外面吃一顿饭都要100多了，这个早餐对我来说足够了。这是曾经住过这里的领导人的题字，是不是没有想到在澳门有100多块钱的5星酒店？酒店周围还有很多的历史古迹，非常有名，而且都可以步行到达。先来到了澳门著名的妈祖阁。这个妈祖阁是澳门3大禅院之一，距今也有500多年的历史。这里也是澳门最著名的古迹之一。妈祖阁也俗称天后庙或者天后宫。记得我在海口的时候曾拍过一个天后宫，不过感觉天后庙和天后宫好像还有点区别。这里环境非常美，有特别多的巨石。妈祖阁的下面有一个海事博物馆，旁边还有个古老的绿色葡式建筑，这座楼好像也是博物馆之一。这里还有个路标指向了郑家大屋，郑家大屋也是世界文化遗产。穿过几条古老的街道，几百米外就是这个郑家大屋。这座大院是近代思想家郑观应的大院，以前没听过这个人。这个大屋是一个几进的院落，里面有很多的房子，感觉像是江南庭院。这个大院建于1881年左右，进去简单参观一下。整个建筑保持着比较原始古朴的状态，在清朝应该也算是澳门的第一豪宅了吧。类似的房子里面有好几座，都是几进院落，2层高，还有前院、后院、小花园。参观这些古迹都是免费的。在澳门我还买了一张公交卡，坐一次公交无论远近都是3块钱。澳门的公交车也是4通8达，非常方便。当然这里还有很多免费的公交，尤其是这种接驳大巴，无论从机场、关口、酒店之间都可以免费乘坐。我就坐过这个车，从一个酒店到另一个酒店。在澳门还有一个景点是值得去的，就是渔人码头。渔人码头和一般的码头有点不同，
这里集中了很多仿古的建筑，很适合拍照。最醒目的就是这个古罗马表演场，走在这里仿佛走进了古罗马或者是古希腊，有很多仿古仿旧的建筑。这个就是古罗马表演场。走在这里有种穿越古罗马的感觉。是不是和想象的渔人码头不同？尤其是这一面建筑非常壮观，古老与现代相融合。这边还有很大片的商业区。前面是海边儿，这是连接荡仔岛的大桥。天慢慢的黑了下来，这边布置的其实挺美的，不过现在几乎没有游客。它旁边最著名的建筑就是金沙酒店，有很多免费的车到这里。前面还有个蜡像馆。其实在这里还有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5星酒店，而且是个海景房，价格也是100出头。也许下次来澳门会在这里住一住。今天是在澳门的最后一天，因为在澳门旅游入关的时候一般只给7天的旅游时间。可以说这次的澳门之旅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很多人对澳门的印象就是赌场，最多也就是个大3-8、高档酒店。其实澳门是非常值得来旅游的，是一个文化美食之都。目前不用花很多的预算就可以玩得很好。这里有100多的5星酒店，几十块钱的世界美食，任你玩任你逛的高档酒店，这里的交通甚至都是免费的。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来一次澳门吧。明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，也是跨年夜，准备去珠海的长隆跨年。